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谈一谈印度的军费开支。印度经济时报在4月26号以炫耀的口气报道了印度军费开支上升到全球第4位的消息。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在4月24号呢发布了全球2022年军费开支的统计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啊，印度在2022年是世界第4大军费开支国，军费总额达到了814亿美元，相比2021年增长了6%。实际上，在2021年呢，印度还是世界第3大军费开支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只不过俄罗斯在2022年因为俄乌冲突而大幅度的增加了军费开支，相比2021年呢，增加了9.2%，达到了864亿美元，超过了印度，使得印度只能屈居第4。SIPRI 的分析说，印度军费支出的增加表明了其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紧张局势的影响。在2022年呢，印度军费中有23%的支出被用于为印军进行装备采购和为中印边境附近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印度的军费开支相比2013年呢，已经增加了47%，814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印度能靠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和中国对抗吗？答案是想也别想。首先，印度的军费比起中国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在2022年的军费开支是2920亿美元，这是印度军费的大约3.6倍。我军无论在哪个方面的军费都远比印军充裕。从世界范围来看呢，和过去几十年一样，美国仍然是2022年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占世界军费开支的39%，达到了877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占世界的13%，俄罗斯占世界的3.9%，印度占世界的3.6%，和沙特阿拉伯占3.3%。中国军费已经达到了美国军费的1/3。考虑到中国国产武器装备要比美国便宜得多，军人的工资呢也比美军低不少，中国军费支撑起来的军备建设的速度已经让美军感到优势正在丧失。那就更不要说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印度军队了。其次，印度的军费开支分配占比非常奇葩。世界主要军事大国比如说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军费开支基本上是1/3用于人事费用，1/3呢用于训练的消耗和装备的维护保养，1/3用于新装备的研发和采购。但是根据 SIPRI 的数据印度军费中的人事费用大约占到了全部军费的一半，这得益于印度继承自英国军队的精英化的传统，军人是类似于公务员的终身职业，哪怕级别不高也是可以干一辈子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印度军队中发现大量的职位不高但年纪不小的老兵游子，指望这种人冲锋陷阵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主要的想法是赖在部队里面混养老金。这种传统让印度军队的训练和维护费用仅占军费总额的1/4左右，新装备的采购以及军事基础设施的费用呢，也仅占军费总额的1/4左右。按照2022年的数据，这些费用仅有200亿美元，而相应的中国军队新装备研发或采购费用应该是有1000亿美元左右，足足是印度的5倍。印度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在2022年就想要推进军队人事制度的改革，开始了所谓的火战式计划，结果呢，遭到了印度广大民众的广泛抗议，因为这会断了很多平民百姓的生计。第三，印度高技术装备的国产化率不高，但是价格就极为昂贵，而中国的武器装备基本能够自产，同类装备不但采购价格要比印度便宜很多，而且还能够促进我国军事工业的正向发展。比如印度海军最先进的 P-15B 型导弹驱逐舰，由于发动机、雷达和防空导弹这些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每一艘的造价高达11亿美元。然而它各方面的性能还不如我军的 052D 导弹驱逐舰。我们的 052D 造价仅仅是35亿元人民币，约合5.2亿美元左右，仅仅为印军的一半。用中国1/5的装备采购费用采购比中国贵1倍的战舰，里外里是10倍的差距。印度打算怎么和我们竞争呢？第四，印度的军费开支占 GDP 总额大概是2.4%，而中国的军费开支仅占 GDP 总额的1.6%。
这意味着我们的军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的潜力，并且目前的军费远不会给我们的经济造成负担。如果我国把军费开支提升到与印度相同的占 GDP 的2.4%，那就意味着我们将有超过4380亿美元的军费，这已经是美国军费的一半了，也是印度军费的5倍了。印度还怎么竞争下去？总而言之啊，印度想要在军事方面和中国硬刚，它的经济实力完全不允许。就这，他们还想在边境地区占我们的便宜，实在是匪夷所思。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